小的们，给我冲！我的，那是我的，金头盔是我的，别跟我抢！脱，快脱！这护心镜是纯银的，值钱！金甲老头，把这身皮给本王脱下来，这可是本王的压寨之宝。此山是我开，留下买路财，不交裤衩子，管杀不管牌。这分明是群饿疯了的土匪，抢裤衩子是什么丧心病狂的战术？哟，哥们儿，看什么呢？这么入迷？看这群傻了！敢动我妹妹！大王威武，点石成粉，天下无敌！跟着大王，战无不胜！大王抓了个细作，看这身手，应该是隔壁虎贲营的，要不直接埋了！饶命！两军交战不斩来使，我是……闭嘴！埋什么埋？多浪费啊！咱们要讲文明。再说了，这可是隔壁来的客人，咱们得热情招待。客人，把他放下来。这位兄弟，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走嘛。按照咱们黑风山的规矩，进了山门就是客，但是这客也不能白做。废话，自己脱还是我帮你脱？那个大王，这条要不要也？哎呀，二哥你真恶心！那个留给他遮羞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嘛。谢谢啊。行了，滚吧。等等！祖宗，您又想干嘛？我已经没东西可抢了啊！你回去之后一定要见到你们那个李将军，你要把你在我们这儿看到的告诉他，让他知道咱们陆家军现在的威风。告诉他，明天把值钱的东西都带上，本王要去收账。本王祝你这一路顺风顺水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祝口齿伶俐，技艺超群。报，启禀将军，穿云燕回来了。哦，快传。将军，怎么搞成这副德行？陆家军对你动刑了？不是，陆家军，他们穷疯了，他们抢我裤衩子，千万别带钱，他们抢！这将军，陆家军这是练的什么邪门功夫？难怪陆朝那老狐狸最近一直示弱，原来是穷疯了。传令下去，明天把银两都藏好，尤其是裤腰带都给老子勒紧了。这群穷鬼怕是要拼命啊！好，虎贲营果然是虎狼之师，李将军治军有方啊！这气势，这军容。王锦，陆家军呢？怎么还没动静？陆爱卿不是说他们练了新战术吗？这成何体统？这是大周的军队，有辱国体呀！陆爱卿，你这是丐帮起义，穷到这个份上了？回陛下，这叫示敌以弱，这是兵法中的奇谋。臣以为，在这个浮躁的世道，像乞丐一样可怜，才能让敌人放松警惕，从而出奇制胜。闺女啊，爹让你练兵，没让你把兵练成要饭的呀！示敌以弱。你这弱势的也太彻底了吧，都快势成难民营了。陆兄，你们陆家是揭不开锅了吗？还是遭了贼了？怎么一个个弄得跟叫花子似的？你要是没钱跟本将军说一声啊，本将军赏你几两银子，去买几块遮羞布也好啊。忍住，都给老子忍住！记住大王，不，记住刚才的军令，只要一接触，立马倒下，叫声要惨，表情要痛苦。稳住，都稳住，别急着倒，等他们再近点，要到自然。输就是赢，怂就是稳。为了陆家，脸可以不要。稳住个屁！再稳住，金子就跑了。
王，下去吧你！小的们，给我冲！我的，那是我的，金头盔是我的，别跟我抢！脱，快脱！这护心镜是纯银的，值钱！金甲老头，把这身皮给本王脱下来，这可是本王的压寨之宝。陆骁，你疯了吗？你管管你的兵，这是演武，不是抄家。我管不了啊，他们腿抽筋了，全都抽筋了。擒贼先擒王！报告大王，抢得缴获白银盔甲3000副，金铁长枪3000杆，还有那个金老头的裤腰带1条。好，干得漂亮，这才像咱们黑风山的兵。今晚加餐，每人2个大鸡腿。大王威武！大王万岁！这哪里是演武，这分明就是一群下山的强盗啊！奇怪，那个人怎么看着跟老头有点像？那股子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劲儿更像。不可能吧？估计是哪个大官吧，长得是挺像，都是一副欠揍样子。下次见到老头，得跟他吹吹牛。本王今天可是把隔壁山头给平了。切！哈哈哈哈！好，打得好！陛下，您不生气？生气？朕为什么要生气？你看李家军平日里看着威武，一旦遇到不按套路出牌的对手，立刻就乱了阵脚，这就是花架子，这才是真正的打仗。再看陆家军，虽然手段是下作了点，但那种一往无前、渴望胜利的眼神，这才是兵法中说的如狼似虎啊！兵者诡道也，不拘一格方为战神。陆爱卿这一招劫富济贫战术甚合朕意。陛下，臣有罪啊！臣教导无方，把好好的军队带成了这副德行。臣这就回去把那个逆子腿打断。爱卿何出此言？你哪里有罪？你是有功。你给朕练出了一支真正的虎狼之师啊！这股子狠劲儿，正是咱们大周军中最缺少的。若是咱们的军队都能像今天这样，何愁北戎不灭？陛下，那是明抢啊！您管这做野性，您对军队有什么误解？传朕旨意，陆家军武大胜，扬我国威。赏全军上下每人赏银10两，酒肉管够。陆骁治军有方，效果显著，赐虎威将军称号。至于李将军，虽然输了，但也算是虽败犹荣。把他那身被抢走的金甲，就赏给陆家那个小女娃当玩具吧。朕看他挺喜欢的。臣谢主隆恩。那个大官是个明白人啊，不仅不罚咱们，还给咱们发钱。四哥，安全吗？只要避开娘，本王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房，谁也别想逼本王洗澡。哦，这不是咱们黑风山的大当家吗？听说您今天威风得很啊，在军营里指点江山，还要让几千个大老爷们儿给您洗1年的袜子。娘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傻闺女，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？在这京城里，哪只耗子搬了家，哪家公鸡下了蛋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你以为你抢了李将军的金甲，我就不知道了？四哥救驾！脏，太脏了，简直就是个行走的泥鳅！来人，把他扔进浴桶里，用最硬的刷子搓不掉3斤泥，不许出来！遵命！不要啊，这是战损装，是土匪的勋章，洗干净了就没有杀气了，我不洗。哼，杀气？你这叫馊气！放开我！我是大王，你们这是以下犯上！完了，本王的包浆没了，本王的威严被搓掉了。现在的我，怎么看都像是个好人。行了，别在那儿哼哼唧唧的。既然洗干净了，去准备一下吧。3天后，长公主在府上举办百花宴，邀请了京城所有的名门闺秀，你也去。百花宴？干什么的？是分赃大会吗？不是，就是一群千金小姐聚在一起，赏赏花，喝喝茶，聊聊天。不去，那
那是娘们儿去的地方。本王可是要干大事的人，哪有空去？要去也是去大牢视察，看看能不能收2个小弟。不去，你确定？非常确定，打死也不去。那可惜了。我原本想，既然你要重振家风，这可是个好机会。你看这名单上的名字，这是左相的孙女，这是王尚书的女儿，他们身上从来不带银票，只带极品玉佩。还有这个李世来的侄女，听说她那个发簪上镶的宝石有鸽子蛋那么大，这哪里是宴会啊？这分明就是一场流动金库展览会。那么多肥羊聚在一起，一个个娇滴滴的，毫无反抗能力。娘，您误会了，刚才是在开玩笑呢。身为陆家的一份子，本王有责任去替家里分担。这种场合怎么能少得了我？去，必须去。好，明天去。出门不带家伙，太没安全感了。这石头不错。好了没有？好啦好啦，走吧，先吃饭。记住，多看少说，遇事要笑。实在忍不住，就想想那些小姐身上的首饰，打坏了是要赔钱的。大王，千万要保重啊！要是有人欺负你，就拿银票砸他。咱们陆家别的不多，就是钱多。妹妹，这个给你，这是锦绣庄的至尊牌，谁说你衣服不好看，你就把这牌子扔他脸上。大王，要是打起来了，二哥带兵去救你。妹妹，千妹，千万给别人送祝福，算三哥求你了。放心吧，小的们都回去等好消息吧。出发！那个穿红衣服的姐姐，头上的金钗至少2两重。那个胖丫头，翡翠镯子的水头针足。还有那个脖子上挂的金项圈那么粗。哎呦，这是谁家的小妹妹呀？听说镇国公府前些日子找回了个流落在外的大小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与众不同。姐姐，你说话怎么嗓子里像卡了鸡毛似的？是不是没吃饱，中气不足啊？要不要本王要不要我帮你拍拍背？我手劲大，一巴掌就能把鸡毛拍出来。你这粗鄙之人！既然是新来的妹妹，想必也是有些才艺在身的。正好我们姐妹正在玩投壶，不知陆大千金可愿赏光，让我们开开眼界？还是说乡下来的，连投壶什么都不知道？这也叫玩？这不就是扔筷子吗？简直是在浪费时间。怎么不敢？你要是不会，本小姐可以教你。不过嘛，输了的人可是要钻桌底的。行啊，既然姐姐想玩，那我陪你玩。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，输了可别哭鼻子。好，赵姐姐好厉害！该你了。进了。你这是作弊，哪有这样投壶的？你都走到湖边上了，这叫直捣黄龙，兵不厌诈，懂不懂？咱们黑风，咱们陆家的规矩，只要结果是赢的，过程不重要。
你站在那么远的扔，万一扔歪了砸到花花草草怎么办？本王这叫稳准狠。粗鄙，太粗鄙了！你这是耍赖！有本事你站回去，咱们凭真本事比。凭真本事，本王怕吓着你。本王祝福你，祝福你百发百中，箭无虚发。你的箭就像长了眼睛一样，想射哪里就射哪里，绝对不落空。好剑法，姐姐你这招太厉害了，这就叫杀敌1000，自损600啊！佩服佩服！本王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把自己射秃的。这也算是战利品吧？真没劲，那个秃头丫头胆子也太小了，一点都不经玩。我要回家，我想母妃。哟，这儿还藏着个人呢。你是谁？你是来打我的吗？我没有糖了，都被他们抢走了。别怕，本王不打没有水的人。跟本王说说，谁抢的你？是不是刚才那个秃头丫头那一带火的？他们说我是没人要的野孩子，说我母偏出身低微，不配和他们一起玩，还把父皇赏我的宫花给踩烂了。岂有此理！太欺负人了！抢也就算了，还带人身攻击的，这不符合道上的规矩。你也太怂了！他们抢你，你不会抢回去吗？你不会咬他们吗？长这么大个子白长了。我叫周诺，大家都叫我诺诺。我不敢打架，他们人多。唉，真没出息。行了，别哭了，看你这眼睛肿的跟2个烂桃子似的，丑死了。给，拿着这个在眼睛上敷一敷。这破石头虽然难看，但凉快，消肿挺管用的。这是父皇从不离身的贴身信物，为什么会在这小姐姐手里？他还叫她破石头，难道她是父皇流落在民间的私生女？是我的亲姐姐，怪不得她这么霸气，还敢说他们是秃头。姐姐，这块玉真的是你的吗？是啊，一个叫老头的穷老头给的见面礼，我看他不容易，就勉强收下了。怎么，你喜欢？喜欢也不给你，这是本王用来砸核桃的。穷老头砸核桃，天哪！姐姐居然敢这么称呼父皇，这得是多大的宠爱呀！行了，敷好了没？别在这哭了。哼，听好了，小诺诺，既然被本王撞见了，那你就是本王的人了，以后跟着本王混，谁敢欺负你，本王就帮你把他的假发都薅下来。谢谢，我跟姐姐混，我要做姐姐的小弟，这就对了。走，别在这傻站着了。去哪儿？当然是回家啊！这破宴会一点意思都没有，连个鸡腿都不给吃。跟本王回分舵，本王带给你吃香的喝辣的，还有黑旋风给你表演胸口碎大事，还有狗头居士给你讲故事。嘿嘿嘿，爽快，走正门太慢。咱们走那儿，那是通往自由的捷径。爹，您别转了，转得我头晕。若是抄家，咱们这几百万两银子得赶紧转移。完了，我要是没有妹妹了，谁以后带我去提广？列祖列宗在上，我陆朝一世英名，生了你们3个儿子。
爹，14个。哦，对，老四藏得太好了，爹刚才没看见。行了，下来吧，都要满门抄斩了，挂那么高也没用。老爷，老爷，小姐回来了！老陆，快来看，我今天可厉害啦！大王，您这位是？哦，这个啊，这是本王新收的小跟帮，我看他怪可怜的，被人欺负都没饭吃，就把他捡回来了。以后他就是咱们分舵的人了。大王问过这位小英雄的名字了吗？问了，他叫诺诺，名字软趴趴的，一听就是个受气包。诺诺，九公主周诺，皇上最小的女儿，正儿八经的龙种啊！那个小朋友，你家里是做什么的呀？你爹是谁呀？我爹住在那个很大的院子里，大家都叫他皇上。完了，绑架皇嗣，这是诛九族的灭门大罪啊！爹，你醒醒啊！现在不是晕的时候啊，咱们是不是该准备跑路了？大王啊，您这是把天给捅破了呀！这不是跟班，这是祖宗啊！赶紧把人送回去啊！为什么？这是本王凭本事带回来的，进了我的门就是我的人。哼！再说了，那皇宫有什么好？吃不饱穿不暖，还要被人欺负，哪有咱们山寨，咱们府里自在？诺诺，你想回去吗？不，我不想回去，我想跟姐姐玩。看吧，人家都不想走，你们赶人走，还有没有一点江湖道义了？江湖道义，闺女，咱们现在谈的是满门抄斩的身家性命啊！老陆，让让，行了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今天开始，诺诺就是咱们的二当家了，他的地位仅次于本王。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他，那就是背叛组织，本王就让黑旋风把他赶出去。大王，那我呢？你降级了，现在你是三当家，管后勤，以后二当家的吃喝拉撒你都要伺候好。还有你们，以后都要听二当家的。那四弟呢？上面那个大蝙蝠，那个算咱们分舵的吉祥物，不用管它。吉祥物，我是暗卫之王啊！谢谢大王。那个大王，那我以后需要做什么呢？是不是要去打劫？不急，这战袍送你了，穿上才像样子嘛。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特训。你看你坐没坐相，说话声音像蚊子叫，这样怎么能服众？完了，好不容易洗干净一个，转头弄回来一个不能打不能骂的皇室脏娃娃，这国公府还能要吗？上菜！既然死罪难免，做个饱死鬼吧。若是把公主也带成土匪，皇上是不是就不好意思杀我们了？法不责众啊！来人，把最好的羊奶端上来。吃啊！到了这儿就是到了自己家，敞开了吃，不够还有。那个大王，嬷嬷教过食不言寝不语，吃饭要细嚼慢咽，要用筷子。停！什么破规矩？二当家，你看看你现在穿的是什么？是绫罗绸缎吗？是凤冠霞帔吗？不，你穿的是咱们黑风山的战袍，
既然穿了这身皮，就要有这身皮的气势。我们吃饭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准狠。用什么筷子？那玩意儿是给秀才用的。手就是最好的食具，那叫原汁原味。看到没？这才是吃饭，要大口吃肉，要让别人看着就觉得这饭真香，不敢跟你抢。去他的规矩！我现在是二当家，我穿着战袍呢。这就对了嘛，腿，把腿抬起来，踩在上面，这样发力才顺畅。来，二当家，为了咱们的友谊，为了黑风山的未来，干了这一碗羊奶，干！诺诺，你那个爹他家里有钱吗？有钱，非常有钱，那就好办了。不过他为人怎么样？若是太抠门，咱们还得费点手段。他对别人挺凶的，但是对好朋友挺大方的。凶，再凶能有本王凶？狗头，妹妹，我在呢。去拿笔墨来，本王要修书一封。给皇上写勒索信，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为什么总是我？妹妹，这不太好吧？要不让大哥写，大哥算盘打得好，算账清楚。少废话，大哥那字充满了铜臭味，没有杀气。你是狗头军师，这种文书工作就是你的活儿。开头怎么写？这还用教？当然是先声夺人。写那老头，称呼当今圣上为那老头。这封信要是递上去，我……接着写，你家闺女现在在我这里，吃得好，睡得香，已经乐不思蜀了。想要人，除非……诺诺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上次父皇的那个云片糕，那个最好吃。没出息，就要点点心。写上，除非拿100盒云片糕来换，少1块都不行。还好，只要糕点，这罪名应该能轻点吧。还有，告诉他，限时今晚送到，不然本王就把这丫头扣在这儿，给我当一辈子的压寨二当家，让她这辈子都见不着。这哪里是勒索信，这是把皇上心尖子往火坑推啊！把公主培养成土匪，这比杀了皇上还让她难受啊！不行，还是太文气了。再加上这个才有威严。最后署名：京城分舵大当家陆大王。信写好了，谁去送？四哥，下来，该你出马了。我是暗卫，不是送信的邮差啊。送的对象还是皇宫。四哥，你是不是不想帮本王？本王好伤心。我去，大王放心，信在人在，信亡人亡。好，万事俱备，只欠赎金。这哪是送信啊？这分明就是把陆家打包送上断头台。但这是大王的命令，信在人在，信亡人亡。有刺客！护驾！快护驾！陛下，这刺客好像是来送信的。送信？送信的方式倒是别致，朕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。念。那老头儿，陛下，这上面写的是大不敬之语啊！念，朕恕你无罪。老头儿，你家闺女在我这儿吃得好，睡得香，已经乐不思蜀了。闺女，朕的鬼门没门儿，除非拿100盒如意云片糕来换，少1块都不行。限时今晚送到。念啊！
若是敢耍花样，本王就把这丫头扣在山寨，给我当一辈子的压寨二当家，让你这辈子都见不着。落款：黑风山京城分舵大当家陆大王。好一个陆大王！朕活了半辈子，收到的奏折能堆成山，收到的恐吓信还是头一回，而且还是拿云片糕当赎金的恐吓信。皇上，这是气疯了。陛下，要不要奴才这就调集禁军，去把这个胆大包天的狂徒抓起来？抓什么抓？没看出来吗？这是朕的那个结拜大哥小大王给朕写的信啊！王锦，让御膳房连夜开工，做云片糕100盒，不，做200盒。奴才在。既然大当家发话了，咱们做小弟的怎么能小气？陛下，您醒醒啊！您是皇帝呀！您这副要去给土匪头子送礼的兴奋劲儿是怎么回事？还有，去给朕找身朴素点的衣服，咱们这就出宫。现在，陛下，宫门都关了，而且是大晚上的。少废话，这叫微服私访。去看看朕的闺女在土匪窝里到底当了个几当家。要是去晚了，朕可不想让诺诺以后天天去打劫。小大王，朕来了，你可得把朕的压寨公主给看好了。以后跟着大王混，保准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姐姐最好了，比家里人都好。皇上怎么会来？带了多少人？要不咱们拼了吧！掩护妹妹，杀出去！拼个屁！那是皇上，跪好！小大王，老头子我来交赎金了。老头，诺诺的爹，怎么是你，老头？大王不是给老头子写信了吗？说我家闺女在你手上，让我拿云片缸来换。我想着，大王既然发话了，那我这个做小弟的怎么敢不来？你是他爹？正是。诺诺是你闺女？亲生的。那个家里有矿，住在大院子里，但是对孩子不好，还放任别人欺负他的坏心眼老爹，就是你。完了，大王这是在指着和尚骂秃水，指着皇上骂昏君啊！大王慎言呐！好你个老头，本王看错你了，亏我还把你当小弟，还请你吃红薯，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。你自己看看，这么好的闺女，你居然舍得让她受委屈，你是怎么当爹的？敢这么教训皇上，连家里的狗都得判个流放啊！是我平日里太忙，疏忽了，多亏了大王出手，还给他肉吃，老头子我感激不尽。皇上道歉了，还感激不尽，这世界疯了吗？哼，算你识相，你认错态度良好，那本王就不让黑信封走你了。东西带了吗？200盒，只多不少，还有些别的玩意儿，都是给大王赔罪的。行，算你懂规矩。诺诺，你爹来了。虽然他以前不好，但看在他带了这么多东西的份上，咱们原谅他吧。姐姐，我不想走。傻丫头，家还是要回的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现在是咱们黑风山的2当家了，谁要是再敢欺负你，你就报本王的名字。老头，咱们得立个字据。什么字据？人你可以带走，以后每个月让他出来跟我玩3次。要是你不让他出来，或者让他受了气，本王就去你家把你的房顶给掀了，听见没有？掀皇宫的房顶，大王，您是真敢想啊！好，大王放心，老头子我答应你，以后诺诺就是你们分舵的压寨公主，每个月我都让她带着点心来向大王汇报工作，绝不食言。这还差不多，来拉钩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陆爱卿，你生了个好女儿啊，以后多带她进宫玩玩。朕老头子我那个院子里，虽然规矩多，但也缺这么一股子鲜活气儿。爹，
咱们这算是过关了。咱们这是奉旨绑架，还绑成了通家之好啊！有了这层关系，以后谁还敢动咱们陆家？大王真乃神人也！小的们都别跪着了，起来吃点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事。明天咱们继续去街上巡逻，看看还有没有像老头这样的肥羊。